在11月27日，伊朗顶尖核科学家法克里扎德遇刺身亡，此事引发中东地区震荡。然而才过3天，又有外媒消息称一名伊朗高级将领遇袭身亡。12月1日，路透社援引伊拉克地方官员消息透露，一名伊朗革命卫队高级指挥官在叙利亚和伊拉克边境遭到无人机袭击，车上4人当场被炸死。随后，阿拉比电视台报道称，伊拉克安全部门匿名消息人士称，遇袭将领是伊朗革命卫队高级指挥官沙赫丹，但随即遭到了伊朗方面的否认。而上周，以色列对叙利亚境内的叙利亚和伊朗的一系列目标进行了空袭，伊朗接连损失重要人物，所有矛盾都指向了以色列。据悉，法克里扎德是国际原子能机构2015年对伊朗核计划进行评估时唯一被点名的科学家。而在2018年，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曾指出，记住这个名字。值得注意的是，在伊朗核专家被暗杀前，以色列军队就收到指令，要求在特朗普离任前做好全面打击伊朗的准备。而伊朗外长扎里夫就指出，以色列可能参与了刺杀行动，这种懦弱行为显示出肇事者急切的好战行为。伊朗最高领导人哈梅内伊的军事顾问侯赛因德汗还发文称，将以雷霆之势打击幕后黑手，并让他们为自己的行为后悔。然而没等到伊朗的报复，伊朗又损失1员大将，而幕后黑手就是为了不择手段刺激伊朗动手，就看伊朗如何应对了。不过无论伊朗选择忍或者反击，对以色列而言都是赢2次。然而其接二连三发生这种事，其国内民愤也不容易平息。然而之后类似事件还会层出不穷，不还手那就打到你还手为止。对方的目的就是为了逼伊朗开战，如果伊朗不忍，无论是向以色列还是美国发难，以色列应该都能把美国拖下水。而且特朗普为了连任，可能也有这个打算。这次事件和今年1月伊朗将领苏莱曼尼被斩首那件事有很多相似之处。当时虽然伊朗向驻伊拉克美军发起袭击，不过打击的导弹法塔赫313打击精度很高，但是却都打偏了，美军的代价只有基地士兵轻微脑震荡。苏莱曼尼被暗杀，伊朗没有让美国付出代价，甚至还对美国心存幻想，才造成现在这个局面。11个月前的软弱才是导火索，伊朗到现在都不明白，和平是打出来的，不是跪出来的。伊朗无力反击才是以色列、美国可以不断发动攻击的主要原因。苏莱曼尼之后，伊朗的软弱一览无余。就在伊朗顶尖核科学家法赫里扎德被暗杀后，伊朗誓言要对幕后黑手进行强烈报复之击，美军尼米兹号航母战斗群却掉头又返回了波斯湾。而美军此种行为不禁让人生疑，其中藏着什么猫腻？11月29号，美国军事网站报道称，尼米兹级航母以及战斗群已经返回波斯湾地区，但这是为了从伊拉克和阿富汗撤军保驾护航，并没有具体的威胁。虽然美军极力撇清，但外界分析，这极有可能因为伊朗核科学家被杀一事，害怕伊朗报复。而且尼米兹航母大队才刚刚参加完马拉巴尔2020海上联合演习，就这么无缝衔接奔赴波斯湾，不带喘口气儿的，难道不是心里有鬼？突然掉头就是为了镇场子？事实上，美国此举反倒有些此地无银300两的意思。在伊朗科学家遇袭身亡后，伊朗第一时间指责以色列是美国的雇佣军，是袭击的幕后凶手，但是遭到以色列否认。不过在袭击行动不久之前，据以色列高级官员消息透露，以色列军队高层接到过一个指示，为美国可能在特朗普离任前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做好准备。而在袭击前，美军的 B-52战略轰炸机已经提前悄悄部署到中东。再联想到今年1月，美国在伊拉克首都暗杀伊朗将军苏莱曼尼后，也曾向中东大举增兵，还曾一度爆出当时美军导弹都竖起来了，准备打击，但是最后一刻被叫停了。那这次伊朗能逃过一劫吗？据以色列2018年的一份秘密文件指出，法赫扎迪先生是伊朗核武器计划的负责人。一直以来，美国对伊朗最大的担忧就是害怕其发展出核武器。这次袭击可能是美国和以色列发现了什么，又或者是特朗普为了连任使出的招数，又或者是为了给拜登挖坑。目前我们还不得而知，但是美国此举依然不会遏制伊朗发展核武器。伊朗最高领导人强调，伊朗科学家身亡并不会减慢伊朗的核计划，伊朗继续刚下去，谁也不知道2020年最后1月美国到底会干出什么事情。假设美国和以色列真的开打，除了伊朗的中东盟友外，大国们会支援吗？分析称，一个只知道发展，而且还有统一大任没有完成，而另一个还刚从高加索冲突中缓过来，而且谁也不愿意看到中东又多一个核武器大国。
不过，伊朗5级禁运已经解除，倒是可能象征性支援一些武器。唯一稳妥的方式就是敦促美国重返伊核协议中，才能避免一触即发的大战。12月1日，据南华早报报道称，中国科学家已经制造出16马赫革命性飞机发动机，原型机在中国高超音速武器的摇篮 GF-12 高超音速风洞中试飞成功，推力、燃油效率和运行稳定性等方面都达到空前水平。而使用该发动机作为动力的飞机，将能在2小时内就到达世界任何地方。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的江宗林教授在中国航空学报发表的论文中指出，该发动机是能够重复使用的跨大气层飞机，将从机场跑道起飞，加速进入地球近地轨道，然后重新再入大气层，最后降落在机场。这款名为站立式斜爆轰冲压发动机是一个十分有前途的概念，可以在高超音速条件下以高热效率稳定运行。目前各国对超燃冲压发动机的探索已经持续了70年，然而现在航空航天领域中仍然没有实用化的超音速冲压喷气发动机，而站立式斜爆轰冲压发动机将为超音速飞机商业化提供了最大的希望。一直以来，美国经常指责中方窃取其想法，超音速喷气机确实是美国的想法。在上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美国国家航天航空局在超燃冲压发动机试验中遇到了很大挫折，原因就是高风速产生的冲击波会扑灭火焰。当时美国工程师理查德·莫里森提出，如果冲击波携带这么多能量，那为何不利用这个能量作为打火机引爆燃料并保持持续燃烧呢？不过美国国防承包商持续遭到挫折，最终导致美国落后。江宗林团队发现莫里森的想法很有趣，但莫里森1980年的论文中只有一些粗略的草图，而美国40年来还是没有造出这种发动机，因为这需要重新进行大量的设计，还需要有承受这种高温和高压的特殊材料，还有强大的风洞以及大量投资。事实证明，这种发动机比之前的具有绝对优势，将冲击波从问题变成解决问题的工具，有助于维持稳定的超音速燃烧。与之前的型号相比，新发动机更快，燃烧效率更高，更小更轻。美国的想法再一次由中国人实现。虽然有人又会质疑我们为什么没有自己的想法和创新，但是要清楚，有想法和实现后者更难。对此，驻上海的研究高超音速空气动力学的研究人员表示，该实验可能在前段时间进行的，由于其在军事上的应用潜力，中国高超音速计划都非常保密，发表的期刊也是经过审查后发表的。不过在9月，我国试飞了一架无人机，可能降落在一个秘密军事机场中，试验中使用的发动机详情信息依然保密。之前曾疯狂抨击中国的奥总理莫里森，由于多个大宗商品出口中国市场受阻，态度开始360度转弯，开始赞赏中国扶贫成就，并表示想要和谐相处。然而夸完才不到几天，又变了一副嘴脸，这次却是因为一幅画。在11月30号，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在推特发文，并引用了中国青年画面乌合麒麟的一幅漫画，而漫画讽刺的就是澳大利亚士兵在阿富汗的残忍暴行。这幅漫画名为《和平之师》，画面中澳大利亚士兵用一把沾着鲜血的刀抵在抱着小羊的阿富汗儿童脖子的场景，而配文则是不要害怕，我们是给你带来和平的。然而发完2个小时，莫里森就闻着味儿来了，对这个讽刺漫画恼羞成怒，甚至还恬不知耻地公开回应称，这幅画令人震惊，这是对所有澳大利亚人、澳大利亚士兵深深的冒犯，中国应当感到十分羞愧，并要求中国道歉。他还表示这是捏造的图片，但这些都是澳大利亚国防部都承认的事实。事实上，这幅漫画真实地还原了澳军在阿富汗的罪行。前不久，澳大利亚法官布里列顿多年调查撰出一份报告，揭露澳军在阿富汗的暴行。澳大利亚特种空勤部队涉嫌杀害39名阿富汗平民，理由是为了让新来的士兵练手，士兵们会做坏事以融入集体。报告的细节更让人震惊，2名14岁男孩被割喉，被装进袋子扔到附近河里。此前，美国军官还曾披露，由于直升机少了一个座位，澳大利亚士兵当场击杀1名俘虏。在11月中旬，澳大利亚国防军司令坎贝尔也承认了在阿富汗的罪行，一些士兵存在破坏规则、编造故事、杀害俘虏等行为，并为此道歉。然而，莫里森却还在厚颜无耻否认事实。对此，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对莫里森进行了4连击的反问：莫里森难道认为澳士兵杀害无辜平民没错，有人谴责才是错吗？莫里森称中国该羞愧，难道犯下残酷罪行的澳士兵和政府不应该感到羞愧吗？澳国防部都承认了，中方谴责澳军犯下的暴行有任何问题吗？这跟内政有任何关系吗？事实上，一直以来我们在西方舆论阵地处于劣势，西方国家一直以人权自由站在道德高地到处批评，
一场疫情后，西方所谓的人权自由不过是笑话罢了。舆论高地我们是一定要拿回来的，我们也终于开始对这个高地发起进攻。莫里森反应如此强烈，恰好证明我们走对了路子。值得注意的是，这幅画的作者表示有空再画一张，你们有什么好的构思？